铜，就是它的耐磨性以及耐蚀性非常的好，这些都让你的手表变成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这一款手表全球限量只有1500只，还有表带上面这2个铜扣，它的颜色就有非常明显的差异，所以你远远的看就知道这只是大飞。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只手表46的表径，表盘是不是会太大？到底适不适合东方人的手腕？那所以我今天有拿了一只之前所讲的万国41的，两只来做个比较，这样你们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这个手表戴在我的手上跟戴在你的手上的感觉该是如何。那这只是41的，那我把46的戴在同一只手上做一个比较，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2款手表的差异。可是这2款手表对我来讲的话，它的功能性是不一样的。那41当然可以用在所有的场合，那46的话可能就是比较特殊的一些穿着，这个就非常的不一样，取决于每个不同的人。有些人就比较喜欢穿这种猎装，或者是比较休闲的风格。可是我知道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啊，就是我去伦敦受训的时候，有遇到一位非常年轻的 CEO， 他38岁就接掌了万国，他当时手上佩戴的就是一只万国大飞系列。他当时穿的是一身灰色的西装，棕色的皮鞋，配上了一只 Titanium 的大飞系列。这只手表整个就露出了他的手腕，没有一丝丝的遮掩，可是整体看起来的感觉完全不会突兀，而是非常的有风格。但事实上，作为万国的 CEO， 戴一只辨识性非常高的手表，我觉得这也是应该的，有非常好的宣传效果。看到这只手表的表冠，就是它的洋葱头非常的大，所以我戴了皮手套，那就是因为为什么它要设计的这么大的一个表冠，就是因为飞行员他在开飞机的时候都不是赤手空拳的，他们都戴一副皮手套。那我没有他们的皮手套，所以我拿我的皮手套。所以可以看一下，不管我在把表冠松开旋入，甚至说调整时间日历，还有对秒的过程，即便我佩戴手套操作来讲的话，都完全的是不受影响的。那这就是他当时为什么要把表冠这个洋葱头设计的这么大，就是因为真的是要配合飞行员他们的使用以及操作的方便性。那我还是要再度提醒就是这个表冠它的洋葱头，你在调整完之后一定要记得把它锁回去，这样才有做到完全的防水，这一点非常的重要。给我3秒钟，我把手套摘掉，我们继续来讲解这款手表。接下来我们接着讲表盘。那我们之前有讲到表盘的3点钟方向、6点钟、12点钟以及它整体的一个平衡。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细微的部分。如果我们在比较昏暗的场合来看的话，这个手表除了夜光涂层，其他地方都会是黑色。万国的飞行员系列在12点钟方向设计的这个三角形旁边有2个点，就是给飞行员他们在操作飞机的时候，可以很容易的用三角形判断12点以及现在的时间到底是几点。还有就是在每一个时间的这个时标上面，他们也注入了大量的夜光涂层。它这个每个刻度，在我肉眼看起来，它都是相当立体的。这个非常立体的时标旁边的边缘却做得非常利落。秒针的设计一样是2种颜色，前方的话是让我们方便判读做了浅色系，后方做了蓝钢。在细微上我们可以说它很细致，也可以说它是不会影响我们判读时间。时针以及分针它们一样多了一道工序，就是它旁边用的蓝钢去做包覆，中间显示的是大量的夜光涂层，这样让我们在看起来的话，白天你可以看到它的细致，在夜晚你却可以非常实用的使用到它的功能性。黑色磨砂的表盘配上浅色的字体，这款手表我可以说它真的是完全顾虑到了飞行员实际应用上的一个考量。那在暗处它的夜光涂层到底有多么的显眼，我现在来示范给大家看。我现在没有在一个非常阴暗的地方，我只是用手套轻轻的罩住了外面的光源。那你可以看到，在夜晚或者是比较阴暗的地方，这种夜光来讲的话，是一般正装表所不会做到的。那这些夜光在以前是非常实用的功能，那现在就是一种品味以及风格的象征了。万国飞行员所配搭的表带都是烟草棕的颜色，
这个烟草中的颜色以及它上面的白色的车缝线，这个设计的灵感也跟当时的航空脱不了关系。一位是法国的小说家，再来就是飞行员身上所穿着的制服。那表带的最上方一样可以看得到铜扣，与表壳本身所做颜色的比较，可以看得出来有没有被包覆，它的颜色差异相当的大。飞行员的表带非常的厚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厚度，由前方到后方，它的厚度是逐渐递减的。因为我们在佩戴的时候，后方必须要让它有一个非常柔软性，去配合我们的手腕的形状做改变。烟草中小牛皮的表带在服装的搭配上也会有画龙点睛的效果，让你帅气指数瞬间爆表。那我们看一下表带上方这两个被氧化过的铜扣，它的颜色让我们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斑驳，以及有历史的呈现。我们跟表耳的颜色是一致的，那跟表壳却不一样。所以在未来，由于每个人的使用习惯不一样，你的手表绝对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在这只手表的背后，里面所隐藏的是一只万国100%的自制机芯。那我真的很希望可以打开杯盖，给大家呈现一下机芯。它的机芯是万国非常经典的7日链，在这么昂贵的一只手表上面，不知道是不是做了一个背透的机芯，会让这只手表更有可看性呢？这只手表呢，有一点让我现在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在看这个东西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表带。表带上面写着 BYBV 的雕刻，下方是 IWC， 一直到最末端呈现的是这个表带是法国制造的。那我的问题来了，在表带最上方我们看到的 BYBV 的这个雕刻4个英文字母，不知道有没有任何一位网友还是观众知道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吗？如果您知道这个的意思，可不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这个代表着什么呢？因为我问了好多人都找不到答案。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的铜扣，它铜扣上面有显示这个是瑞士制造，然后也有写的 bronze， 就是青铜的一个材质。那我们这样是不是看得不太清楚？我把它稍微擦拭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右上方可以看到表扣的材质，在很多的手表，它的表扣上面都有呈现它的材质。赶快拿起你的手表，看看你的是不是也有一样的显示呢？青铜的设计，我觉得是非常符合现代这个时代潮流的，因为大家不喜欢墨守成规，更希望的是独一无二，只有我有，你没有。46.2毫米的表盘，我们还是把它上手带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一下这个表盘的大小，其实在我的手上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可是它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人的手腕与小臂每天都会经过数千次的折动，那每一次你的手都会碰到龙头，那这一点你有没有考量到？再来就是它的表耳，我们可以看一下 lock to lock 它的距离，其实它已经超过我的手腕了。这样佩戴来讲的话，有些人会讲说好像小孩子在戴大人的表，可是从正面看起来的话，其实又不会。那这时候其实你可以搭配一些衣服或者是一些首饰手链，都会帮这只手表整个看起来的视觉效果有不同的感受。那想要买大飞的朋友，还是要去现场试戴一下这款手表，它这个表冠是不是影响到你？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表带的长度，我觉得长度是不够的。因为如果像我的手表现在装到第3格，那如果把它装到最后一格，有人戴这款表的话，他手腕我相信一定是比我粗比我大，才会选大飞。如果你的手腕比较大，你必须要在购买之前跟店员沟通一下，是不是需要附长的表带。我刚刚换了一件皮衣，搭配上这款手表，所以我个人觉得不管是休闲还是复古风都很合适，除非你每天的穿着以及打扮都是符合这种风格的，不然我本身所遇到购买大表径手表的人，他基本上都有其他的手表在做替换。首先呢，这款手表它的价格其实并不便宜，再者呢，就是它氧化之后它所产生的效果是不是符合你的预期。最后呢，就是它搭配服装的一个局限性。这3点我必须给你非常良心的建议，就是你必须要考虑清楚之后再去下手购买这款手表。这个道理就像是你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你想买一台2人座的跑车，双门跑车，那你家里必定是已经有了一台5人座、7人座甚至9人座的休旅车了。无论如何，当你在外面看到这款手表的时候，现在
你已经知道它的故事性，以及它是限量1500只的手表咯。